大家好，我是杨旭。我以创造未来而生。我的职业最大的魔力，就是能够把不同时空甚至不同次元里的东西变成现实，带到世界中间来。比如，它可以是未来世界的量子计算机，或者是一套外骨骼控制器，或者是不同世界的武器装备，甚至它可以是二次元世界里头一套帅的没有朋友的可以变形的机车。而我们是如何想象一件来自未来的设计的呢？这是美国航天局曾经制造过的一台装备，叫做 MMU，它的全称叫做航天员载人机动装置。它可以让航天员在外太空飞行，并且在1984年的时候，它曾经执行过3次出舱飞行任务，并且参与了一台卫星的维修任务。那么现在我们看到这个东西的时候，让我们把时间快进到2042年，在《流浪地球》的世界中间，《流浪地球》世界中的人们为了应对太阳危机，开始建造了太空电梯。而在建造太空电梯的时候，我们需要有大量的外出作业的需求。在这个世界的人们，他们也建设了自己的 MMU，就是这个产品。当然，它是由现实世界中我们团队进行设计的。同时，我们还制作了一台1:1的装备，用于进行实物拍摄。在电影中，当你第一次看到这个装备的时候，你首先会注意到有一名航天员在中间，这时候你会下意识反应到，哦，它是一个有人操控的设备。你在进一步观察的时候，你会看到它的左右有2个硕大的机械臂，你也会大概明白，这是一台工程设备。而这时候，如果你再进一步的观察，你会发现它的全身有很多复杂的细节。你会得出一个初步结论：这是一台在太空中飞行的、有人操作的设备。但这些细节是凭空想象的吗？让我们再看回到博物馆的这一台 MMU， 你注意到它全身有很多细小的黑点，这样的孔洞在这台 MMU 总共有24个，它们是 MMU 的喷嘴推进器。宇航员可以控制它喷出氮气，对，就像是一个喷气在空中飞行的气球。这样的作用让 MMU 可以在太空中朝各个方向移动。很多电影中间其实有非常直观的展示，比如像电影《疯狂外星人》，再比如电影《火星救援》，你可以清晰地看到气体喷出的镜头。但是新的问题又来了，这样喷出气体的装置，它的移动速度不够快，因为它的供能是氮气，它的续航也不够久。可是我们的太空电梯是个非常非常巨大的东西，如果我们想要更快，去更远的地方呢？这时候，有请我们的阿波罗登月舱。这是阿波罗飞船的登月舱上面的 R4D 火箭引擎，它是一台高能火箭发动机，用于控制阿波罗登月舱的姿态。比起高压气体，这种高能推进剂的发动机非常非常的适合更快、更远、更大范围的移动。而我们把这2类的喷口汇集成了一体，把它组合成了 MMU 的喷气装置。就是我们这个装置，它不仅有氮气推进的作用，在必要的时候还可以使用工质引擎进行大范围的机动。就像给汽车安装轮子一样，我们把它安装在了 MMU 的各个位置。而你看到的这些只是冰山一角。这个设计上面，我们和科学顾问团队一起进行了数月的努力，让它的每一个细节都成为一个可以值得推敲的设计。比如你看到的栏杆结构，它来自于国际空间站。它的扶手装置又是来自于现实的 MMU 上，它集合了一整套的操控作业装置，并且是可以定位、调节伸缩的。甚至它上面的标识，你都可以在火星车以及中国的舰载机上找到相同的来源。对，它是一种视觉定位标识。这就是我们所谓的设计的功能暗示性。每一个部件都是一个你好像似曾相识的设计，而它们组合起来的时候，就形成了一个复杂，但是又具有准确用途的产品。
这时我们把电影中的 MMU 跟现实的 MMU 放在一起的时候，不知道你有没有一种感觉？首先，它们有很多相似的设计、相似的语言、相似的科学原理。电影中的 MMU 就更像是，好像1984年的 MMU，它经过了几十年的进化之后，成为了这个模样。而这也是我们希望可以实现的。但其实我并不是很确定，我们有没有把想传达的东西传达给观众。直到电影上映之后，我在社交媒体上发现了一位航空领域的专业从业者，他发的一张推文，他根据一张实物图，准确地分析出了这个产品上每一个设计的功能，并且对设计做了非常合理的解释。他的解释有多合理呢？可能当时我在设计的时候不是这么想的，但我看完之后也得这么想，毕竟人家是专业的嘛，是吧？但是我们知道，电影又不全是硬科幻。如果是像《星球大战》《沙丘》或者《木星上行》这样的科幻太空歌剧呢？在这些电影中间，它有大量的数不清的、更加奇幻的设计，更加幻想，而且它离我们更加的遥远。如何又有什么方法让这样的一些外形非常科幻的产品变得如同真实存在呢？这就要说到去年我们做的一个非常有意思的项目，这是深圳城市宣传片中间的翅膀外骨骼。我们有幸接到了这个项目，为他们制造了一套实体装置，它也被称为梦想之翼。很多朋友在看完这个广告之后，他都会问我说：“哎，你们做这个东西真的能飞吗？”我说：“我们是做科幻道具的，这个东西你为什么觉得它是真的呢？”后来我就明白了，因为这个东西摆着看的时候，它真的是有使用的痕迹的。就哪怕它是一个未来文明，甚至是不存在于我们这个时空的产物，但你去仔细观察它的时候，它的每一处痕迹都在告诉你，这是个真实使用过的产品。你也肯定会思考，这是真的吗？就像这个翅膀外骨骼一样，我需要去想象它某一天真正在空中飞翔，它引擎喷出的火焰会灼烧了喷口，留下了氧化的痕迹，而它在穿越云层的过程中间，雨水划过它的表面，会留下一道道浅浅的水渍。这时候，我再回归到现实世界，把脑海中想象的这些画面，用画油画一样的方式还原到面前的这个产品上，为它赋予了质感。这时候，好了，一个不存在的产品就被我们从虚拟世界带回了现实。而我们创作的每一个产品，都有这样的一个过程。我们需要去想象它所存在的世界的环境，比如550A 量子计算机。在《流浪地球》中出现这台量子计算机呢，它是制造了仅有个位数的原型机产品，长时间的超期服役，让它表面产生了很多的缺陷。白色的外壳开始发灰，而塑料零件因为长时间受日照会开始发黄，金属表面掉漆磕碰，而污损的痕迹会积累在角落难以清洁的位置，就变成了现在这个样子。但是太空电梯部队他们使用的无人机干扰枪反而不一样，因为日常维护，所以它的表面不会有太多的污损。可是因为长时间的使用，我们可以观察到金属表面因为摩擦变得反光，而人手长期接触的位置也会发黄。就是这些为我们的实体道具装置增加了灵魂，让他们从工厂里头崭新出厂的产品，变成了一个一个的记载了电影中间故事角色痕迹的媒介。为不存在的事物赋予生命的方式其实很简单，就是为他们赋予使用过的痕迹。他们在自己的场景中拥有了自己的痕迹，也便拥有了自己的故事。这就是我们的工作。有很多人问我，为什么我们会选择去做这样的一件事情？刘慈欣曾经说过，科幻对他而言，不仅是一种文学形式，更是一个完整的精神世界，一种生活方式。科幻作家是一群精神上的先遣队和冒险者。我们也一样，我们通过科幻产品的创作和制造，我们可以让不同的人看到形形色色的未来世界，
而其中最重要的，其实是让自己看到。不知道各位在读书的时候是不是也很爱幻想？至少我是这样一个人。比如我上高中的时候还经常走神，就是想象自己的学校是一艘在向外太空遥远的星球快速飞过去的飞船，而天空其实也不是天空，它是一个巨大的全息投影。在我们下课的时候，这个全息投影就会关闭，而飞船的顶棚会打开，你就可以看到璀璨的星空。对，每一个科幻创作者都是一个非常爱幻想的人，但是你会发现，随着年龄的增长，你慢慢的长大，觉得自己好像就失去了幻想的能力，变得越来越现实。所以我很庆幸，在2022年的时候，自己去鼓起勇气做了这样的一件事，去把想象带进了现实。而这一切非常的难，因为在刚开始的时候，没有人来教我们这一切该怎么做，我们只能摸索着前进，再走一遍好莱坞在半个世纪前就走过的路，你说这值得吗？就包括夜深人静的时候，有时候会去自己静静的去跟我们制作过的一些东西、一些道具、产品，去静静的观察它们，仿佛感觉到你们好像创作的不是一件一件道具，因为你为它创造了使用的痕迹。而这些痕迹呢，是电影中间的角色在上面留下来的，他们是电影中角色全部的故事，几十甚至上百个小时、上百年的幻想的历史，都浓缩在了这面前一个个小小的产品。还记得我们在开头看到的那个 MMU 吗？其实它在电影中动起来的镜头只有短短的3秒钟，可是就是这一瞬间，它有了生命。我感觉到我们扮演的不仅是影视游戏行业的一个工种，更像是连接未来时空的媒介。所以我们会坚持的继续的走下去，继续将不同时空中的奇迹带回到现实，为你也为我。谢谢大家。